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我觉得超级实用的心理方法，特别是当你觉得很烦、很卡，尤其是被信任的人搞到心情很差的时候，这个方法就叫做随他去吧理论。你先想一下有没有碰过这种状况，就是一个你一直都很相信的朋友、同事或伴侣，突然之间毫无预兆的做了一件让你超失望的事，那种感觉是不是真的又错愕又难受？如果你有过这种感觉，就是心里头那种焦虑啊、钻牛角尖啊、一直想不开的沮丧感，那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内耗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拆解的核心问题。好，那第一个问题来了，当信任突然瓦解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其实我们对人的信任常常是建立在一个很单纯的预期上，就是大家都会照规矩来吧。但问题就在这里，生活嘛，就是充满了各种不照剧本演的意外。所以当这些鸟事发生，打破了我们的期待，我们那种信任感就可能啪一声就碎掉了，然后刚刚说的那个心理内耗就开始了。那么为什么只是期望落空会让我们这么痛苦啊？这背后其实是有心理学根据的哦。心理学上有个理论听起来有点专业，叫做期望违背理论。讲白话一点就是，当某个人的行为完全偏离了你脑中的剧本时，你会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认知冲击，还有情绪上的大震撼。这就完美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那么错愕。然后这种冲击一来，我们的大脑就会像电脑宕机一样，卡在一个无限回圈里，不断地问为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这样？是我哪里做错了吗？这个鬼打墙的过程就叫反刍思考，也就是内耗的真正来源。好，那到底要怎么跳出这个痛苦的回圈呢？接下来，今天的主讲要登场了，一个非常简单但威力超强的2步骤心法，也就是我们的随他去吧理论。关键就在这2步，真的。第一步，随他去吧。你要打从心底承认、接受这件事你真的控制不了，所以不要再想去改变它了。第二步更重要，让我来，把所有的注意力拉回自己身上，然后想，好，那我现在可以怎么办？这就是一个从放开控制到拿回主导权的超关键转变。我们来直接比较一下，你马上就懂了。你看在内耗模式里，我们一直想去控制不了的事，反应都很情绪化、很被动，结果就是把自己的能量全部烧光光。但如果切换到随他去吧模式呢？我们接受现实，然后采取主动的行动，这才能真正保护我们宝贵的心理能量。OK， 理论讲完了，我知道来点实际的比较有感觉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来看3个你生活中几乎一定会遇到的状况，看这个方法怎么用。好，第一个场景在办公室，你那个平常超照、超可靠的同事，居然在一个重要案子的实现前一晚，突然人间蒸发，因为家里有急事。哇，这时候你怎么办？这时候马上启动。第一步，随他去吧。心里告诉自己 ，OK， 让他去处理他的事吧。你要知道，他不是针对你。接着，立刻切换到第2步，让我来。马上想，好，那我现在能做什么来救火？看是要自己接下来做，还是赶快跟老板报告？你看，你的能量就从生气跟猜忌转移到解决问题上了。好，第2个场景，我们换到家里。你那个平常温柔到不行的另一半，可能因为工作压力大到爆炸，回家为了一件小事突然对你大吼，还讲了很难听的话。这时候先深呼吸，启动随他去吧。心态上要理解 ，OK， 他在宣泄他的压力。你要认知到，他说的那些话反映的是他现在的状态，而不是你的价值。然后重点来了，让我来。这时候你的行动是先保护好我自己的情绪，你可以先离开那个空间，等2个人都冷静了，再来好好沟通，设下底线。这不是逃避这是保护你自己，也避免一次小冲突变成关系大危机。最后一个场景，我们来讲讲朋友。你跟好朋友约好了一趟旅行，期待超久的，结果出发前1个礼拜，他突然跟你说他不能去了。一样的 SOP， 先随他去吧。心态是好，让他去处理他的事吧。
接受一个事实，成年人的友谊本来就充满了变数。然后呢，最重要的，让我来。这时候你的行动就是我要为我自己的快乐负责。你可以自己去或者约别人啊，这就是一个心态上的大升级，从被动的等别人给你快乐，到主动去创造自己的快乐。好的，讲了这么多，这一切的核心到底是什么？其实啊，它不只是教你怎么处理失望而已，而是要你夺回自己情绪的主导权。所以呀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一件鸟事，它到底会在你心里留下一道很深的伤痕，还是在你人生中就只是一个小插曲？这完全取决于你的心态。我们之所以会失望，很多时候不是因为那个人变坏了，而是生活本来就无法预测，而你怎么反应才决定了一切。最后，我想用这句话来做个总结：你没办法控制外面会不会下雨，但你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撑伞。随它去吧，就是放开那只你想控制天气的手；而让我来，就是为自己稳稳地撑起那把保护自己的伞。这就是减少内耗，拿回人生主导权的终极心法。